杨队，远哥，这2天兄弟们排查了王柏林在市内可能藏身的所有地点，并没有发现他任何的踪迹。在出城的各个路口、机场、火车站、汽车站、港口，咱们也都部署了警力，核查了这2天出入的所有人员，没有找到关于王柏林这个人任何的记录和线索。不排除王柏林用假身份证购票出逃的可能，但这需要人证。如果排查监控视频的话，工作量太大，也需要时间。王柏林既然转移了赃款，那他肯定不会长时间留在北京市内，他的目标应该是国外。但是出入境管理处并没有他的任何出境信息，而且他本人也没有在机场出现过。假设王柏林的目标是国外，那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信息，他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偷渡。小刘，你去排查一下本市的所有野码头。啊，那个佳琪，你安排一下，马上对新高科所有涉案人员进行审讯。今天下午呢，我跟周局去市里去开会，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，好吧？是，杨队，马监社被抓当天已经自首认罪了，他的口供还在整理当中。回头我跟雷子会安排先审于小慧，之后再审郝小强。好。哎，夏远，既然提到偷渡，你知道该找谁了吧？知道。好，分头行动。是。夏队，郝小强的助手梁波来自首了。走，听进去。警察同志，新高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这一晚上没睡好觉，我心里不安啊。这不，一大早我就赶紧来找你们。我想把我自己的事情交代了，好配合你们调查。行，觉悟不错。跟郝小强联手干了这么大一笔，你说吧，从哪一笔开始说起？这我可得说明白了，我就是一个小跟班，他一直自己单干，直到后来科瑞跌停，钱程跳楼，他突然就接受了王柏林的邀约。王柏林要他做什么？具体怎么谈的我也不清楚，但我听郝小强说，王柏林让他帮着拉升股价，答应给他股份。这郝小强啊，手里有股份了，那不就相当于有钱了吗？不过郝小强还真有点本事，利用干科镜，还真让科瑞死灰复燃了。郝小强当时知道干科镜还没有拿到药监局的批文吗？他说提升股价需要一个新概念，我估计干科镜就是他需要的新概念吧。我也不懂这些呀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郝小强从一开始就知道干科镜是个虚假概念，对吗？新概念那怎么能靠谱呢？后来干科镜搞不下去了，他干脆放弃了科瑞，直接股改弄了新高科。但这新高科的盘子更大呀，这郝小强更是志在必得，所以基本上一些抛头露脸的活动都让马监社参加。新高科幕后的操作者还是郝小强。那王柏林呢？王总这个位置上的人，我一共也没见过几次面，我不清楚。那于小慧呢？您是让我说实话吗？你说个假话试试。他
他们俩有事儿，我其实早就知道了。这个于小慧吧，喜欢郝小强，就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，她违规开户，靠近郝小强，后来干脆跟着郝小强一起干了。自打他进来工作以后，这大事小事他全都揽了，就没我什么事儿了。后来郝小强跟王柏林杠上了，强行拉升股票。您想想，这么肆意妄为操作股票的事儿，我是不敢干呀，但于小慧敢呀。这后面的操作可都是他操作的。我看他呀，就是被爱情冲昏头脑了。这个梁波，分明就是在推卸责任，还好意思提从宽处理。这个人看着没心眼，城府深着呢。利用小慧和郝小强的关系，把自己摘出去。是他的逃不掉，不是他的也强加不来。小慧也一样，你别忘了，我们已经掌握了郝小强指使小慧的证据，我绝对不会白白让小慧替他顶罪的。佳琪，这次真的谢谢你。哼，得了吧，我多大面子让你谢我？你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这些新警察吗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要放掉一个坏人。这也算是我这段时间从警以来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感吧。这些经济案件杀人不见血，线索不是指纹、血迹、DNA， 全是看起来毫无联系的数字 ID。要想不放过一个坏人，难度比起刑侦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是时候学些新东西了。哎，建全，下班啦，你来看看我都给你做了些什么好吃的。我今天去医院见过你妹妹了，她好多了。这不做几个好菜，咱庆祝庆祝。坐呀。再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儿啊！之前你不是跟我说，想做股票就1、2万玩玩吗？我前2天啊，进了2万块钱进去，你猜怎么着 ？double 翻倍，4万了。怎么了？不是好事儿吗？你干什么去啊？加班。你给我站住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最近对我一直爱答不理的。
于小慧，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带你来问话吗？涉嫌股票内部交易。那你说说吧，希望你能如实回答。我之前在金源证券公司工作，郝小强是我需要服务的大客户。一来二往，我们在工作上就熟了。后来我辞职了，去了他的大户室工作。由于我之前帮过他，他对我很信任，他的所有账户都是我在管理的。我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买了大量的新高科股票，想赚笔钱。那个梁博拼命为自己开罪，他倒好，铁了心要替郝小强顶罪。前几年股票牛市的时候，我见过无数在证券公司杀红了眼的股民。他们看着荧幕上那些红色的数字，就跟仰望着自己的信仰一样。这是一场豪赌，涨了要继续加码，跌了要补仓，不肯割肉，不顾一切要证明自己是对的。小慧对郝小强的崇拜，就像是他选择了自己很信任的一只股票，一直对他抱有期待，只希望它一直涨，一直涨。如果他抛了，那就是承认他自己选错了。也许这就是小慧执拗的地方吧。小慧她变了，变得我都不认识她了。人都会被环境改变，因为你和小慧一块长大，所以你始终期望她永远是最纯真、最美好的样子。但身处这样一个高速发展、多元变化的时代，把握不好，就会失控。我相信她本性没有改变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让郝小强交代所有的犯罪事实，这样才能够帮助和挽救小慧。
梁博来自首了，把你供出来了，只希望能够争取宽大处理。郝小强，新高科的股票已经彻底崩盘了，你建立的大厦已经倒了。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涉嫌暗箱操作、互联互保、虚假炒作、操纵股票的行为。你已经违反了正常的经济规律，冲破了法律的界限。你现在要是如实交代，还争取能宽大处理。我没什么好说的，咱们的世界构成不太一样。是吗？那我愿意听听你的高见。你的世界构成是什么？我猜猜。我们不但不应该抓你，反而应该感谢你为经济付出的一切，对吗？我是听说竞争队找了一些高材生来。看来吴警官您是个明白人，那你也应该知道，经济学和法学天生就是相悖的。没有限制的经济是害人害己的狂欢。被你和王柏林坑害的股民，你有想过他们吗？他们很多人付出的是一辈子的积蓄。我是您的话，我就不会用“坑害”这2个字。你今天看到有一只老鼠，它跑出洞来找食物，它找到了一块大面包，它本来可以只拿一点点就回到洞里去的，但是它偏不，它非要把一整块面包全部带走，因为它贪到甚至没有注意到旁边有一只猫来。这只猫抓到了老鼠，老鼠在死前向您抱怨，向您抗议，你觉得你会同情那只老鼠吗？就连动物都知道，出门狩猎是有风险的。那些人难道不知道吗？我今天坐在这里，就是在承担后果。对，我的操作是失误了，但是我的理想绝对没有问题。你们现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，很正常，我不怪你们。过2年你们就明白了。有人用文章戳破了你用新高科制造的骗局。你的理想就是靠这些假象实现的，你本质上就是个诈骗犯，你跟王柏林没有区别。不要把我跟那个人渣混为一谈，他只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，他要的只是钱。但是我不一样，股票对于我来说只是我实现理想的工具而已。我的目标是要成立中国最大的私募基金，我要改变这个世界。你心里很清楚，你的钱和资源是从哪儿来的。要是没有王柏林提供的东西，你根本就上不了牌桌。就算我们不抓你，只要王柏林把资金撤走，你建立的一切就全都是泡沫。你以为你创造了什么经济神话？你只不过是王柏林利用的一颗棋子罢了。梁波把一切都推到了你跟于小慧的身上。
好，我说。怎么样？是有消息了吗？戴警官，您让我打听那王柏林。前天晚上，他坐一艘大黑工的渡船，到了公海上，上了一艘去韩国的客轮。这些信息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有人在船上见过他。做得好啊，佳琪！有了郝小强的这份供词，新高科操纵股票市场的这个犯罪链就闭合了。啊，师傅，哎，查到王柏林的消息了。查到了，他在哪儿？他确实是偷渡跑了。根据线人提供的线索，王柏林前天晚上从码头上了一艘渡船，到了公海之后，又上了一艘开往韩国的客轮，而且有人在船上亲眼看到过他。所以现在基本可以确定，他已经离开中国境内了。杨队，袁哥，渡船的事情查清楚了。本市能到公海的船，全部停靠在3号码头。但是由于船只众多，咱们的人一时查不到具体哪艘船把王柏林送到了公海，还需要继续排查。杨队，我们可以请求韩国警方的协助，让他协助我们抓捕王柏林吗？我可以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，请求国际刑警的协助。但是我觉得韩国未必就是王柏林的最终目的地，他可以从韩国去往任何一个国家。那就这么让王柏林跑了？好了，大家把手头的资料好好准备一下，汇总一下，把这个案子正式移交给检察院吧。是。王柏林说到底就只是个商人，他就算再狡猾，他也不可能有本事逃过我们的全程布控吧？你怀疑有人帮他？我也是警察，只有直觉没有证据的事情，我也不敢说啊。师傅，这里确实清静啊。哎，刚才开会，我感觉你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啊？我一直在想，这件事情太奇怪了。怎么？我们在抓捕王柏林这2天已经做好了严密的布控，按理说他插翅难逃，但为什么还是让他给跑了呢？而且他离开的时间正好在我们布防的时间点上。雷子那边也带人查清楚了，在市区西边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王柏林藏匿的痕迹。那么他一定是从市区离开的呀，从市区到3号码头要经过重重的关卡，但是所有经过关卡的车辆人员必须要下车接受身份检查，还要打开后备箱检查。一般来说，他是逃不出去的。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，他坐了一辆免检的车，甚至有可能就是一辆警车。你想啊，他藏在警车的后备箱，就可以躲过所有的检查，直接到3号码头。但是，这一切必须是有人帮助他，光靠他一个人是不可能成功离开的。所以我现在严重怀疑，我们警队出了内鬼。你有怀疑对象吗？
当天啊，我把所有的关卡都走了一遍。你所说的那个3号码头的那个关卡，我也去过，而且还特意往外开了开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您去过？是啊。怎么了？哎，小子，你不会怀疑我吧？哈，怎么可能？您是我师傅，怎么可能怀疑你嘛？不过你刚才的推测很有道理。哎呀，反正人已经逃出去了，我们再想办法吧。赶紧回家，躺在床上，比躺在这儿要舒服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哎。你好，我是刑警队夏元，请把最近1周3号码头检查站的监控视频发给我，谢谢。
新高科一案呢，现在已经移交检察院了，啊，最近大家都很辛苦，我会尽快的把结案报告做出来，案子早一天结束，救市的计划就会早一天完成。所以呢，收尾工作大家要做好，不要懈怠，听见没有？好，干活。哎，远子，过来一趟。坐。小慧那边，高科的案子已经移交到检察院了。是啊，多亏王柏林跑之前，给了咱们2个亿，把贷款还上。你看那些有呆账的银行，一个都跑不了，全都得被查。那咱们这回安全了呗？侥幸啊。那您说，我们和新高科那些经济往来什么的，用不用抹掉啊？哎，别，你这么做可就是此地无银300两了。倒是，我挺担心那个杨建秋的，他知道的可不少。万一警察要查到他头上，他憋不住把咱们供出来，可就麻烦了。正好他现在住院，要不你找个什么理由把他辞退了算了。辞退可不行啊，咱们还得给他升1级呢。以后咱俩在北疆平安无事啊，全得靠他。有问题随时喊我。爸，你已经陪他1天了，你去食堂吃点东西，我来陪陪他。爸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哥，干嘛救我？我没了，这事就结了。你是我妹，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死？再说了，就算你真的死了，这件事也完不了，牵扯的人会更多。行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什么叫做过去了？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过去了？哥，你做什么了？你甭管，
从今往后，这件事要烂在咱们自己的肚子里。那以后呢？以后，你房子该住住着，班儿该上上着，但是再也不要管业务上的事了，安安分分的生活。我会想办法给你换一个工作环境，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1、2、3，准备好了吗？收点下巴啊！真帅！你笑一下呀！穿着警服呢，得严肃点。哎呀，我要搁桌面的。我们的目标是没有蛀牙。哎，你好，能帮我拍张合影吗？好，谢谢啊。等一下，搂着我呀。不行，我穿着警服呢，不能这样。那我搂着你吧。也不行。啊？不行。为什么？我是你女朋友啊。就这么拍吧，行，就这么拍。3、2、1。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？怎么了？看起来情绪不高啊？没事。一会儿有安排吗？没安排。怎么了？陪我去个地方呗。危险，你逃得太远，就快听不见我呼唤。谎言蒙住了双眼，就假装看不见绝望深藏的不安。贪婪是背后的手，一直推着你在坠落向深渊。回家，再回到从前，别等到你最后一无所有，再想念。山高水长一葫芦，别再混乱糊涂。看流汗花，命运深处有颗心像归途。真实面对的未来，何尝不是幸福？毕竟这人生，毕竟这人间，总有甜也有苦。